没有想到经过了这么精彩的周末之后啊，咱们周一足球世界依然是新闻丰富多彩。首先在英超的保级大战，本来热刺是拥有巨大的优势，可是在主场他们又1-1战平了利兹联队，保留了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悬念。本来如果这场取胜的话，保级大战就能领先4分，这优势可谓非常大。但是今天在他们率先取得进球的情况下，依然没能击败利兹联队，他们也只能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已。目前联赛还剩2轮，谁能最终保级依然扑朔迷离。最后的赛程，热刺客场去打切尔西，这可不好弄。末轮热刺主场打埃弗顿，这可能是最关键的看点。西汉姆联这边先是客场打纽卡，也不好弄，最后是主场打利兹联队。那么利兹联队今天逼平了热刺，会不会送给西汉姆联3分呢？要知道在今天的热刺比赛之前西汉姆联降级的概率已经高达 87.65%， 热刺的降级概率只剩 12.35%。 但是这关键的一场球打完之后，老 K 个人估计热刺的降级概率仍然又上升到了 30%到40%左右。今天的比赛上半场都没能破门，下半场热刺也是利用角球今年英超的角球确实有说法，这个角球的球速开出来非常有威胁，后卫顶出来但没顶远，在禁区线上特尔原地摆腿兜射远角破门，这也是个世界波，1-0热刺领先。但是成也特尔，败也特尔，第74分钟在自己本方禁区，特尔啥都没有观察，直接准备倒挂金钩解围。可是这是英超职业球坛怎么可能让你做那么大的动作？利兹联队的球员冲上来顶球，特尔的倒挂金钩根本没碰到球，只是把对方的球员给踢了个正着，所以鲁莽的特尔送了个点球，这很可能是决定本赛季降级的一个送点。对面的勒温主罚点球一蹴而就，1-1。有意思的是，在补时的最后阶段，麦迪逊在禁区内倒地，裁判没有判点球。随后呢，英超官方表示 VAR 已经进行了检查，确认原判。VAR 认为恩梅查先碰到了球，所以不构成点球。所以这最后的几轮英超裁判是压力最大的。这个球确实对方先碰到了球，而且接触也不算大。麦迪逊非常聪明，他是属于有脑子的球员，只能说运气差点，有点找点球的感觉。当然他也不是跳水，后卫刚好碰到了一点点球，要不然咱们热刺就得夸麦迪逊太聪明了。职业的竞技赛场找点球完全没有问题。老 K 一再说，职业体育你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本方的利益最大化。当然底线是有的， fair play 的精神也是要有。所以节目很精彩，提醒大家方便的话点个赞，给老 K 一个评论。新观众也欢迎您订阅。好，咱们继续。所以今天的比赛主角还是属于特尔，他既有进球，又送出了一个点球给对方。要说这个球员，老 K 已经评价过多次，像球员的技术、身体和脑子，你想成为顶级球员，绝不能有任何一项过于差。这也是经典的木桶理论，短板不能太短。特尔就属于这个理论的反证，他的这个球商或者说踢球的这个脑子确实光看技术、光看身体，好像是巨星的苗子。奈何在对手毫无斗志的情况下，自己还送了点球。那么今年热刺的保级大战3个前锋各有各的特点，甚至还没有替补可以换。自家的禁区，特尔都能够这样的倒挂金钩去解围，也不是个人类。那么还是过去那句话，既然都是北伦敦德比阿森纳的话用在热刺身上一点都不显突兀。在掉链子这件事上，热刺是一点也不掉链子。抽象的特尔，抽象的穆阿尼，抽象的加拉格尔，有了这几个人，今年热刺队保级看起来好像也是合情合理。要说热刺队整个赛季进球的机会可不少，可是哈里凯恩走了，孙兴民走了，球员今天是真的很拼，也确实玩命了。问题就是实力不行，球员质量太差，毫无办法。前场那几个真是菜的抠脚。全场看下来，热刺去年和今年的排名完全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如果咱们说万一今年夏天如果侥幸保级，赶紧大清洗吧。今天的比赛总的来说，热刺稍有优势，57%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也是16-11，角球数更是14-2。但是因为有了特尔，还有了一个单索，并且咱们还记得金斯基对吧？不过今天的比赛金斯基给自己证明了，等到维卡里奥受伤得到了机会，被草皮坑了之后，终于还是证明了自己。门将金斯基今天奉献了3次扑救，亲手挽救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顶住考验，终于有了蜕变。有时候这种事还得怪风水，
可能就是金斯基跟图多尔这个主帅呀八字不合。现在德泽尔比来了，从事业运上给了他解放，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纯金的总比纯银的高级。第一次上场，金斯基就是踢欧冠淘汰赛，一上来就失误，导致整个心态那场是崩了。但年轻人总有无限可能，今天他的兜底作用让我们想起了过去热刺门将洛里的神扑，而且持球的时候金斯基也是稳如泰山，传球给队友也不是刀山球。我们仿佛看到了未来3到5个赛季热刺新的大爹是诞生了。没有他，热刺今天是真悬；有了他，我们感觉热刺其他的10个球员就有点配不上金斯基了。不过替补打了21分钟的麦迪逊老大哥水平还是可以的，他上来仅仅20分钟就告诉了我们当年他在狐狸城的重要性。上场的那2下，哈维·西蒙斯1个赛季也打不出来，就这10几20分钟够前面的主力那哥仨呀学一辈子。真的，哈维·西蒙斯以后伤愈之后，如果能够成长到麦迪逊1半的能力，热刺以后也再不至于保级。麦迪逊这个球员水平我觉得是真有，不仅能在热刺踢时好，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英格兰队在前腰这个位置他甚至是最好的。嘿嘿，对了，21岁的特尔今年夏天还真有机会清洗。法国媒体是爆出说巴黎 FC 这不是大巴黎，记住是巴黎 FC， 今年夏天希望引进大牌前锋，想是想问价格林伍德，但因为资金有限，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又在关注特尔。这我要是热刺的总监，赶紧卖，甭管多少钱，赶紧出手。另外就是里沙利松，过去他给孙兴敏、孙哥打替补，现在感觉打替补都不配，那么多的机会，但凡抓住1个3分就到手了。这样的前锋竟然在巴西队还能打上球，要我说，安切洛蒂就算带了他想出成绩还是少用。里沙利松这个人忠诚度是可以的，但我们能不能不要只有忠诚？上赛季也是，本赛季也是，多少场都是这样了。每次射门都当解围，还不如改打中后卫，那就能每次解围都当射门了，对吧？里沙利松一不小心也混到29岁了。过去他在埃弗顿打出了身价，当时老 K 就觉得这家伙潜力是有，但是踢球不稳。这马上都要30岁了，还是这个水平。今年夏天赶紧找下家吧，热刺队要想崛起，这种水平必须卖掉。索兰克也算是弱的了吧，但索兰克要是健康就能把他安死在替补席。还有安切洛蒂，咱老 K 再劝一句，有了佩德罗，有了库尼亚，还有迪亚哥，有了这3个英超当家射手，那么里沙利松干脆大名单都不要让他进了。嘿嘿，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奇怪的数据，里沙利松过去3个赛季每109分钟就能造一球，在同期出场时间超过3000分钟的英超球员中，他的数据排名第4，仅次于萨拉赫的每91分钟，哈兰德的每91分钟，还有伊萨克的每102分钟。所以看他这样的表现还能打出这样的数据，感觉很抽象，很意外。不少的球迷有时候都感觉他像一个非职业球员，只能说他的前插跑位还有把握那种很简单机会的能力还是有的。你只要让他进头球就行，可射门真的是又正又没有力，他必须要进了禁区内用头球，那么还是有一点终结能力。但是我还是坚持老 K 刚才那个观点，给他4个字的评语：废物点心。好的，热刺3个前场突头枪，不能不说穆阿尼。很明显，来了热刺队之后他一直游离于体系之外，踢球的感觉看着很奇怪，就像个面条人一样，像一根墨鱼面条，在场上总是扭来扭去。8000万欧元的身价，现在已经掉到2200万欧元。穆阿尼，你光看他的身体，总觉得个人能力很强，但又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热刺的右路有了他在前面负责丢失球权，后面还有个波罗负责丢失球权。热刺的右路真是有福气拿球就丢，拿球就丢。所以今天空门踢飞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热刺这场可能赢不了了。如果热刺降级，也有穆阿尼一份功劳。但凡热刺抢下来球权给到他脚下，马上就没了。这样的傻大个有点废，有点菜，就是没什么鸟用。穆阿尼的情况，我相信大巴黎和尤文图斯的球迷都是了解的，可以给老 K 做个证，确实没有瞎说。好，有消息说今年夏天穆阿尼仍然是尤文图斯的主要目标之一，尤文图斯有信心想把他带回都灵。尤其是现在弗拉霍维奇续约失败的情况下，然而尤文必须先确保获得欧冠资格，并且还有消息说利物浦也盯上了穆阿尼，他现在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大巴黎，在2023年是花费了9500万欧元签下来的。有时候买错了股票，该止损就得止损，该割肉大巴黎必须割肉。好的，那么打完了36轮，在本赛季英超，热刺是仅剩的2支从来没有获得点球的球队，打了36轮0点球，特别是今天第103分钟麦迪逊在禁区内那个倒地。至于另外一支没有获得的点球是维拉，
所以这也挺让人生气的。事业运已经差到了这样，连主裁判这边的点球运也一点没有，属于点球和主裁判都已经原谅热刺了。不过在赛季的最后阶段，麦迪逊迎来了复出，最后的2轮这是最大的好消息。要知道他上一次正式比赛出场还是368天以前，那还是在韩国热身赛踢纽卡斯尔的时候。这样的大师带来了足球智商，他一个人的头脑就比中前场所有的热刺球员加起来还要多。特别是养伤的哈维·西蒙斯，你好好看看，这才叫中场大师啊，不是你那种拿球就丢。OK， 最近英超比赛到了最后裁判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今天热刺咱们也能看到。所以最新的报道，英超将在下赛季拒绝扩大 VAR 的职权范围。虽然马上要进行的世界杯上 VAR 将干预角球和第2张黄牌的判罚，可是英超担心这种变化会给裁判增加更大压力。简单说一句话，咱们先观察观察。那么最终的决定将在下个月的英超年度股东大会上做出，但 PGMO 已经做出了建议，不要扩大 VAR 的使用范围，这很可能会显著的增加比赛时长，也很可能疏远现有的英超转播合作伙伴。那么潜在的更多的中断还有更长的比赛时间，对俱乐部而言也是个坏消息。所以各支俱乐部也没有什么太大意见去推翻 PGMO 的指导意见。至于非法嘛，现在国际足联的裁判委员会主席意大利著名的光头科里纳，以及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他俩是担心，如果出现错误的角球判罚，可能会对世界杯比赛产生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淘汰赛阶段。由于世界杯比赛在美加末进行太热每半场将增加3分钟的补水暂停，所以比赛时间延长的问题对世界杯来说不太令人担忧。今年的英超裁判的尺度极为混乱，我们也说过了，最开始任由角球缠斗，这种泛滥成为了足坛笑柄。到了下半赛季，裁判的尺度双标又很严重，像昨天的比赛西汉姆联队那个球他们现在已经要求要听取争议判罚时候的 VAR 音频，考虑提出申诉。但这样的申诉就算成功，也改变不了比赛结果。对这一点，曼联的名宿斯科尔斯最近也说，我真是受够了，因为现在每一个进球都有人在拼命找理由把它吹掉，而且你总能找出那么一丁点问题出来。我们正在无视裁判，那么要什么裁判呢？那就没有意义了，裁判他们自己都不敢做决定了。所以现在裁判们根本不是在执法比赛，他们是吓得要死，不敢担责任，就光靠电视转播来找茬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么。说到底这个问题球迷们到底要的是判罚的准确性，还是比赛的流畅度？如果是后者，那么错判漏判就会更多，但大家也必须接受这种争议。如果要的是判罚的准确性，那么现在这各种混乱和纠纷只会愈演愈烈。所以世界杯到底会怎么样，咱们拭目以待。朋友们，皇家马德里现在做节目不能不提他，因为你真的无法忽视他们每天都在综艺界玩出的花活。今天呢，最新的消息，一直伤缺的姆巴佩本赛季他已经不想再回到主场踢比赛了，因为球迷们给了他太多的嘘声。前面的国家德比，皇马0-2输给巴萨之前，当时姆巴佩突然说自己不舒服，所以没有随队前往客场比赛。那么在皇马输掉了国家德比之后，姆巴佩就一直待在皇马的基地。记者们也拍到了他在基地周围驾车的画面，据说是进行了一些康复性训练。但关键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围绕着姆巴佩的一切都非常复杂，非常的敏感，围绕在他身边是各种噪音，积累到了相当巨大的程度。说是俱乐部的医疗团队在过去一整个星期都认定姆巴佩不具备参加比赛的条件，但上周六呢，他确实又参加了赛前的最后一次全队合练。当时在训练课当中，主教练阿韦罗亚一度将他分在了诺坎普国家德比一战的理论上的替补阵容当中，但是练了不久他就离开了训练课，表示自己身体不舒服。这导致整个皇马基地的所有工作人员情绪极为沮丧，大家都感觉事态脱离了控制。媒体也联系了姆巴佩的代表，要求给评论，却遭到了拒绝。而在皇马0-2落败之后，姆巴佩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动态，这也遭到了皇马工作人员和他队友们的消极对待。今天新的一天，姆巴佩又发了一条社媒，是自己在皇马训练基地健身房的照片。现在皇马内部认为大家都觉得姆巴佩希望避免再次在伯纳乌出场，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被主场的球迷狂嘘，所以皇马根本没有人能够知道姆巴佩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对这一点，主教练阿韦罗亚倒是说，我本来希望姆巴佩能100%恢复，并且能够首发出场。
作为一个职业球员，竟然不想在自己的主场比赛，老 K 也是真的无语了。所以新闻媒体方面也开始一股脑的批评他。西班牙6台的主持人佩德雷罗尔就对他发表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说：“听我说，如果是现在这个姆巴佩，我就把他卖了。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姆巴佩，我会卖掉他，不到2亿欧元，我就可以把他卖掉。我很担心现在这个表现出懒散还傻笑，在不该拍照的时候拍合照，缺乏承诺感的姆巴佩。这样的姆巴佩，我明天就想卖了他。如果姆巴佩想向我证明他能够改变，他能够投入，那他就要把球队放在首位，要成为榜样，成为所有年轻人的领袖。如果他能做到这些，那么他的实力依然是顶级的。如果是那样的姆巴佩，确实非常出色。但是对于现在这个没有承诺感的姆巴佩，我明天就卖了他，换一大笔钱。”紧接着，西班牙塞尔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马努卡雷尼奥也在节目中公开炮轰。他说呀，国家德比比赛期间，姆巴佩发个动态，如果换做别的球员，我会觉得他可能活在真空里，完全不了解形势，只是随手一发。这种情况嘛，以前也发生过。但对于姆巴佩，我绝不相信这是因为疏忽。姆巴佩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和媒体敏感度的球星，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得问他自己。除非他当时以为皇马是在主场作战，而且还2比0领先，否则发那个动态毫无逻辑。说实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姆巴佩的行为，不仅仅是这一条动态，还有他过去几周的表现。这个法国人显然想要达到他的某种目的，但我至今还没看透那到底是什么。所以老 K 说一句，这皇马呀真不好混，不是一般人能混的。想起当年的齐达内也是天天被骂。另外还有媒体说，姆巴佩是因为昨天被告知自己在国家德比会做替补席，5分钟后他就说自己不舒服离开训练课。这言语之下呢，好像姆巴佩是不愿意打替补。反正现在说什么的都有。现在输了球，主教练阿韦罗亚已经给皇马全队放了1天假，姆巴佩是自行前往健身房加练。而据媒体报道，现在俱乐部内部的球员们已经对于维尼修斯加姆巴佩他俩在场上的兼容性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已经有人认为这2个超级巨星之间的合作根本行不通，俱乐部和姆巴佩之间是无解的。他没有努力去适应，没有为球队的整体体系做出足够的贡献。当这位法国人进入首发之后，皇马球队整体的表现反而更差。所以真是风水轮流转。想想几年前巴塞罗那财务危机的时候，再看看现在昨天亚马尔夺冠之后的游行上，他举起了巴萨的球衣。背后赫然写着谢天谢地，我不是皇马球迷。小家伙还真是有创意。另外，亚马尔在社媒还发布了一段巴萨2比0领先的时候自己在看台庆祝的视频，配上了文Talk is cheap， 还加上了7个哭泣的表情符号。没说的，这肯定是回应去年10月首回合的国家德比。当时皇马主场2比1击败了巴萨之后，传射建功的贝林厄姆当时发了个社媒，配文道 Talk is cheap， 光说没有用。咱们小孩嘛，亚马尔总是有点记仇的，可以理解。在巴萨的夺冠巡游期间，亚马尔接受采访，年仅18岁的他承诺未来一定要把欧冠冠军带回巴塞罗那。他说，欧冠冠军巡游肯定会有的，我的父母教过我，男人一诺千金，我们会把欧冠带回巴塞罗那的。好嘛，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年纪轻轻的亚马尔18岁已经夺得3个西甲冠军。想想效力皇马长达9年的 C 罗，整个职业生涯也只拿到过2次西甲冠军。当然，这不是说亚马尔已经超过了 C 罗，只是老 K 过去一直有句话，对皇马和巴萨来说，真正欧冠才重要。西甲联赛不管你拿多少，没有太大的用。这倒不是灭巴萨的威风给皇马长志气，而是提醒亚马尔和佩德里，真正要给咱们巴塞罗那多拿几个欧冠冠军，球迷才能真正的解气。好，皇马这边赫伊森突然发了流感。他在西班牙国家德比赛前的训练中因为流感意外倒地，这明显的体力不支。赫伊森这个球员本赛季爆出来歧视华人的事儿，所以败了自己的人品。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好消息，全是坏消息。OK， 另一方面，世界杯阿根廷国家队
已经公布了55个人的出选名单。最重要的是迪巴拉落选，但梅西赫然在列。如果迪巴拉不在啊，就这个阵容，现在阿根廷的锋线水平不太好啊。迪巴拉大伤了3个月，刚刚伤愈复出，才首发了1场，所以这个情况呀，也不太可能在世界杯发光发热。看看本届阿根廷队的大名单，大家才意识到上一届夺冠的阿根廷是多么年轻。现在真是没啥巨星了，除去快退役的梅西，就只剩小蜘蛛，还有恩佐，还有劳塔罗，其他的球员都很难称是世界级的。这就是上一届的主力阵容又老了4岁。像加纳乔、马斯坦多诺这种水平都能进名单，甚至都算是边锋里面最强的了。嘿嘿，后梅西时代的阿根廷啊，真是有些青黄不接，阵容有些太不豪华。好，轻松一下。昨天的国家德比中，亚马尔是因伤没有进入名单，但是却因祸得福，艳福不浅呀。因为本场比赛美国歌手奥利维亚也在现场，亚马尔和这位流行天后就有机会在比赛期间认识一下，两个人开开心心说说笑笑，还热情合影留念。这臭小子又想下手，感觉亚马尔啊，小伙子见了头发长得长的就走不动。当然这个确实是漂亮。好，有消息指出，皇马将在赛季结束后就立即宣布穆里尼奥回归皇马主教练的席位，而魔力鸟已经要求要对皇马的阵容和引援做决定。他回归皇马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更衣室急需一位权威人物，球员们会尊重他，他也知道自己得到了主席老佛爷的尊重。另一方面，昨天巴萨胜利之后啊，球星佩德里和自己的女友亚历杭德拉多尔塔也在场边深情拥吻。佩德里也正式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新任女友。首先呢，佩德里先是拥抱了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洛佩斯，还把迷你版的西甲冠军奖杯给了她。随后就走向新女友和她拥吻，这也是他俩首次在公开场合有亲密举动。好，这一次皇马的队长是维尼修斯，他也展现了体育精神，带着皇马球员在国家德比输球之后，向对方主教练弗里克致哀，因为弗里克的父亲去世了。维尼修斯还带着自己的队友在比赛结束之后对巴萨球员进行了祝贺。所以就像赛后巴萨球员加维说的，场上的事就留在场上吧。虽然比赛中维尼修斯和巴西队队友拉菲尼亚当时产生过激烈的争吵，但比赛结束后两人仍然拥抱在一起。只是呀，最近闹出风波的楚阿梅尼，他没有和队友一起向皇马的球迷谢场，也没有祝贺巴萨的球员夺冠。而至于巴尔韦德啊，说是皇马更衣室已经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球员要求俱乐部今年夏天要让巴尔韦德离开。嘿嘿，足坛队员们逼宫队长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这2年在皇马，巴尔韦德的出场时间是最多的，而且哪个位置缺人他就去补。不过在扳倒主教练阿隆索这次事件，巴尔韦德确实问题不小，但咱们还是继续观察吧，不要风吹墙头两边倒，墙倒众人推。好，最后的好消息，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已经将内马尔列入了巴西队世界杯初选的大名单。不过呀，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权威消息源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度，咱们还得观察。OK，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